我不知道，他的病从来就没有跟我说过。程阳，你现在就去你父皇身边，现在就去陪着他。母后，那你呢？你先去，母后跟你外祖还有些话要说。好。母后。哦，好，快去。好。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明明是肃杀的皇后，是他的妻子，可他一直都瞒着我。眼下当务之急是陛下身孕后会让谁来继位？陛下，人允。按理说，你是皇后，程阳是嫡子，但陛下直到今日都尚未立储。此前我还当他是味觉不详，但一个人得了绝症15年，怎么可能不安排后事呢？他一直瞒着你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选的继承人不是你的儿子。我不知道，他什么都没有告诉过我。就是因为他不信你。你要记住，我一定会让程阳坐上皇位。这段时间没那么太平，你要看好程阳，打起精神。现在不是伤心难过的时候。你认为林峰所说的是真的吗？凤平城真有绝症？如此大事，怎可能有假？若皇帝随时会死，那真是天助我等。可我看丞相似乎并不高兴。你找我有事？小心被凤随哥发现。傅一笑已经识破我的身份，但凤随哥并不知情。我没给傅一笑接近他的机会。后面我会设法让凤随哥留在宫里。傅一笑会听你摆布吗？他很在意凤随哥，所以不敢对我所说是真是假。我警告他，若让凤随哥知晓一切，我就会杀了皇帝。老夫提醒你，没我命令，绝不能对凤平城下杀手。皇储之位悬而未定，一旦凤平城就这么死了，顺势继位的人就会是凤随哥。你万不可擅自行动。如今兵部的侯敬被我们废掉，你执掌中枢6部在握，杀了凤平城，再让凤朝阳继位，有谁能阻你？现在是杀凤平城最好的机会。我再说一遍，没我命令，你不可动杀皇帝的心思。慕容耀看似是个侯门世子，既没心机，也没城府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实际上，他心思极为缜密，凤随哥的府邸四处都是他的眼线。他身旁陪伴他的4位女子，应该都是他的心腹。是。春寒、夏晨、秋夕、冬夏，他们4个是慕容耀最信任的手下。那日前来刺杀我的2个人，便是春寒和秋夕。所以，他时常流连于风月场所，每日花天酒地，这些，全部都是他故意营造出来的假象。没错，他身边总是美人环绕，莺莺燕燕，这其实都是他的伪装。他野心极大，心思也从来不在女色之上。姑娘国色天香，我间犹怜，可否一问方明？本侯爷与你似曾相识，正是那晚，你就是我梦中的那位女子。他在玉京第一次见我时，便在试探我是否认出了孟俊然的身份。他最在意的人是谁？凤随哥。虚情假意。还有就是慕容老侯爷。慕容老侯爷。慕容耀是个孝子，
他对老侯爷言听计从，最怕惹他不开心。你之前劝我离开玉京，但我并不想就此罢休。既然他能这么狠心，那我便与他不死不休。你不是他的对手，他手段狠辣，身边又有众多护卫，我不希望你再受到任何伤害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冲动行事的，我会耐心观察，等候时机，然后让他付出代价。那你万事小心，若是有什么需要的，就去正念堂找我。我若不在，便留下字条，我自会知道。谢谢你，一笑姑娘。传饭入主，传饭入主，传！师父，师父，我错了，师父，您总得告诉我哪儿做错了。我告诉你，凤平城的确要死，但他必须死在我手上，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。老夫绝不允许他生病死，绝不允许！我这么多年的丧子之痛，发过毒誓，我要百倍、千倍、万倍的还他。我要让他亲眼看着凤随哥惨死在他的眼前，让他跪在我脚下，求我饶凤随哥一命。这么多年来，每日都想着凤平城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样子，我要亲眼看到他生不如死的样子，我怎么可以让他病死？传你回来，是有事要你去做。请叔父吩咐。凤平城昏迷5日了，我不允许他就这么病死。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，找到弄醒他的办法，哪怕用毒，都要弄醒他。我要让他在最清醒的时候，亲眼看到凤随哥最痛苦的死状。侄儿明白。慕容要勾结锦绣，谋害大皇子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你是随哥身边的锦绣女将。一个锦绣的人，竟然污蔑阿耀勾结锦绣。一个花天酒地、不务正业的世家公子，他身边养了4个美人杀手，他到底要杀谁？你自己的儿子，你真的了解吗？他平时蓄养谁，又和谁打交道，你清楚吗？你常年驻守边关，他在玉京又干了些什么？你真的知道吗？你自诩是天下第一忠臣，你确定你儿子就跟你一样？若是他真像你所说的那样，是一个闲云野鹤的人，那他为何要接下御林军的差事？那是陛下安排的。您自己也说，从小到大，他从不听安排。我儿子他，我是替您不值。想当年您跟陛下一起打仗，落下一身伤病，陛下明明知道，为何还要将您派往那个西北苦寒之地啊？慕容耀和凤随哥是最好的兄弟，可是他却威胁我，亲口跟我说，若我将他的秘密告诉凤随哥，他就有办法让躺在宫里的凤平城去死。凤平城死不死我不在乎，但若是伤害到凤随哥，我绝不答应。不可能，阿耀不可能说这种话的。他和随哥那是自小一块长大的兄弟，他不可能叛国的。不管慕容耀有什么办法威胁到凤平城，我只要能控制你，我就有把握，他不敢轻举妄动。老侯爷，得罪了。你说你恨他，不许任何人再提起他，你将他所有的痕迹通通都抹掉，就好像这个女人从来不曾出现过一样。但是她在，她一直都在。我用了15年，始终没能走进你心里，是不是？你身患绝症不肯告诉我，是因为你不在乎我。好，
从今天开始，我也不在乎你喜不喜欢，我只要我喜欢的。我已经搭上了我的陈满妹子，我要你陪我过完这一生。风平城，你醒醒！风平城，醒醒！风平城，你醒醒！风平城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！风平城，放开我！风平城，醒醒！风平城，你给我醒醒！皇兄说了，说父皇一定会醒过来的。母后，您要注意身体，别哭肿了眼睛，不然等父皇醒过来，他该难过了。他才不会难过，他心里眼里根本就没有我，也没有你，他的心里只有那个女人。那个女人是皇兄的生母吗？你拿他当皇兄，他可曾认过你这个弟弟？你记住，凤随哥此生是你最大的敌人，你最好离他远一点。你知道，如果你父皇醒不过来会发生什么吗？凤随哥会继位，到时候他会杀了你，也会杀了我。如果让他得逞，我们都得死。他一直恨我害死了他的生母，所以他不肯认我这个母后，也不肯认你这个弟弟。他就是在等这一天，他要等你父皇不在了，他就可以报仇。而你父皇明明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他偏偏不立出。我知道他心里是恨我的。母后，您别说了，别这么说他们。连你也要向着他们吗？等到你父皇龙于冰天，凤随哥上位之后，他会杀了你，杀了我们所有人。我们的命在你手里，只有你才能保护我们。我要你登上皇位，杀了凤随哥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活。这样最近这外祖了。那为什么你的眼睛不看着我来说话？你要记住，外祖始终都站在你身边，你我还有你母后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外祖说什么？程阳照做便是了。我要你做皇帝。是。做皇帝要有皇帝的样子，大声说。我要做皇帝。此地不宜说话，跟我走。你是在荒野里寻觅着你，哪怕满目疮痍，笑意洋溢，逆光中让我先抱抱你。寻万里，聊岁月尘埃动经年，只求朝夕。我知道，
你这么小心翼翼地找我过来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吴影我已经抓到了，你之前受过的痛苦，我会让他1000倍、100倍的奉还回来。听到这个消息你不高兴吗？高兴。是吗？在你这张脸上，我可看不出半点高兴的样子。嗯？你记不记得那日我帮你救云清，你曾答应过我5个条件，如今还剩4个。今日我不要再用1个，无论你听到什么样的消息，你都必须答应我，要保持冷静。好。我查出孟俊然的身份了，他是慕容影。你在说什么？他怎么可能？你不是开玩笑的。我知道你一时很难接受，来见你之前，我想过种种的可能。我知道慕容耀是你最好的兄弟，也是你最信任的人。我考虑过要不要瞒你。我也考虑过你到底会选择相信他还是我，我甚至考虑过你会不会怀疑我是锦绣的细作，你会不会怀疑我是不是接受了夏静时的什么秘密任务，你会不会怀疑我来到你的身边，就是为了帮助夏静时挑拨你们的兄弟关系。风随哥，我已经想了很多了，哪怕你会怀疑我，哪怕我的话会伤害你，甚至我可能会失去你，但我还是决定要告诉你，我不想对你有任何的隐瞒，你有知道真相的权利。你能不能再跟我说一遍，孟俊然是谁？你说是阿耀，慕容耀。我知道你一定很难受，如果你觉得胸闷憋着难受，你就多深呼吸几口，呼出来就好了，没关系的，一切都会好的，都会好起来的。我没事，我去当面找他问清楚。你答应过我的，一定要冷静。